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們今天呢來到了這一家叫做日運堂淡水一個叫運泉莊的溫泉大飯店1樓的餐廳。今天平日午餐還蠻多人的吧，應該有至少70%的座位是滿的。這個日運堂目前在試辦這個港式料理吃到飽，一個人788加1層平日午餐。我曾經講過一句話，港式料理呢在1000塊以下基本上都是大便。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吃吃看這家的 CP 值如何。就是非常港式，就是他有給你一壺茶。就是我去香港喝港式飲茶的時候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個茶。如果你不喜歡喝茶的話，也沒有關係。這裡呢有飲料自助吧，蠻港式的一些茶類，就是哇鴛鴦啊那一些的。一上來呢，就先給你5份小菜，這個是可以續點的。先吃這個豆皮，蠻好吃的，但是感覺不是港式，一點點非常淡的辣。這個海瓜子，我試試看，應該是蛤蜊，看起來不像海瓜。它這個也不是港式啊，它有點泰式的味道，涼拌海鮮的味道。這個比較，這個比較好。這個它有用那個醋，比較港式的醋吧，而是吃那種大閘蟹才會用到的那種。我覺得它小菜上還不錯，蠻清爽開胃的。這茶蠻不錯的，蠻好喝的。OK， 那我們現在上的第一道，這個紅油炒手，形狀看起來還不錯。好吃哎！它裡面還有塞一隻蝦，是那種實體的蝦，口味好像不是港式，四川那種感覺。它有點那個麻辣。我在那個茶樓吃的紅油炒手，通常不會加這種麻婆，但它裡面是有誠意。這800塊感覺很划算。那我們現在拿到第2樣，基本上去香港每次都會吃的，它那個港式的那個鳳爪。它有加一個那個很像中藥還是什麼，其實我不太確定，就是你在台灣的一些滷肉飯店才會吃到的味道。可是看起來它是那個皮很容易咬，這一點做的是已經算蠻像，就是它的那個鳳爪是有點脫骨，所以基本上你一剝它就從骨頭上下來。但味道上就沒有那麼像港式。我在想應該是醬油，因為香港它那個港點都會有一種醬油，就是比較水的，可是它這個有點是可能是炒過還是什麼，就是有點收汁過，就是它的那個醬汁是濃郁。好，那我們接下來第3道也上了，鮮蝦腐皮卷，就是基本上香港你去茶室吃那種點心之類的，不管怎麼樣，一定要點一個蝦的。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叫那個裡面的蝦叫海老。因為香港的蝦比較都是通常叫海老，可能海老是比較大隻，它才叫海老。但香港的蝦是蠻真材實料，所以會推薦大家就是去香港的話，至少要吃一次看看。我說目測賣相來說，它的皮感覺太酥了，它太酥太厚太酥，就是太硬了。因為鮮蝦腐皮它軟一點，它會軟一點。我覺得這家蠻好吃的，我不能說它是港式。它有點半港式，裡面就是有一隻蝦子，然後跟內餡應該是一些魚漿之類的東西。因為香港人通常去茶室，它的口味不會到太淡，因為他們都是去喝茶。可這一家呢，我覺得用料算是蠻港式，就是有到那個 level， 但它的口味上都是比較偏比較淡一點，算是蠻適合長輩。好，我們接下來又上來一道算蠻經典的港點——豉汁排骨。我只能說蠻好吃的，但是不港。港式它那個豉汁是鹹的，可是它這個有點像是雞湯中那種，就是很濃郁的那個肉湯的香味。我說可能台灣人不一定喜歡那個豆豉味，就比較像那個排骨酥湯的那種做法。好，那它現在呢開始大量上菜，所以我們也不一道一道介紹，我們先來吃一下這個好了，明爐烤鴨。它的烤鴨比較水一點，比較軟，不是酥的。比如說你一般出去吃那種烤鴨，它會比較乾一點。我覺得味道上來說也偏清淡，因為一般你可能烤鴨刷一點醬啊或什麼的，它這個就是蠻偏健康養生類的。我覺得不會難吃啊，但是你要說跟香港比起來，不是這麼像。再來我們吃吃看這個好了，上湯娃娃菜，這一道倒是意外的，比先前幾道有味道，算有點鹹。可能是它上面那個不知道什麼叉燒之類的，可能本來有一點鹹味。OK， 再來我們吃一些點心類的。蜜汁叉燒是。這道很難跟大家形容，通常我也不吃甜點，但是蠻好吃的，鹹甜的。這道我覺得有做出那個港叉燒包裡面叉燒的感覺。再來這個是不知道是什麼。
我也是叉燒包，這個比較好吃。它這個就是叉燒包的肉餡加上香的外皮，但它這個外皮就不是甜點那種，就有點像甜甜圈的那外圈，然后沒有加糖粉。我比較喜歡吃這個，因為這個比較沒有那麼甜。但我覺得以澱粉量來說，應該都是差不多。對，最後來一口湯，皮蛋魚片湯，非常詭異。魚片湯裡面有皮蛋的味道，非常詭異。我只能說，雖然香港人好像有一部分的人蠻喜歡吃皮蛋的，就香港是會把皮蛋入很多湯菜的，可是這一道感覺不是很大。魚湯你比較想喝到那個魚鮮味，它的皮蛋會把那些魚鮮味蓋掉。我覺得這兩個味道那不是很搭，就是像那種香港會有那種香菜皮蛋，它通常都是搭肉比較多，因為肉的味道比較重。魚本身就是比較鮮一點，就是可能魚有腥味嘛，可是它魚肉的味道本來就比較淡一點。它加了這個皮蛋之後，感覺怪怪的。然後再來幫大家吃，這個也是很經典的蝦皇餃，這麼透可以看，大家看得出來，裡面就是藏了一隻蝦。我發現你不是加醬油派的，虽然 KYT 說香港人沒在加醬油，白黑騙人的啦。我看到阿嬤吃明明就會沾。如果你去香港吃，確實不太需要加醬油，但它其實裡面都是有醃過的，其實都蠻鹹。那這個水晶餃呢？蠻鹹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是怎麼樣弄的。就香港的這個蝦皇餃比較濕一點，現蒸嗎還是怎麼樣 ？I don't know， 反正他們就是比較濕一點，它有點乾乾黏黏的，有點像水餃。香港的會吃起來比較像是湯包感嘛，我也不知道，但味道上還不錯。這個比較接近港點，因為它比較鹹一點。前面的不知道為什麼，還是它點心都比較正宗一點。然後再來吃這個經典，對吧？奶黃流沙包。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點心，它這個味道都蠻夠的，流沙裡面好甜。但我覺得這家做的蠻不錯的，港點有一些都是鹹的會和進甜的裡面，它這個鹹甜菜的搭配，我覺得都搭的蠻不錯的。你喝什麼？蠻好吃，什麼鴛鴦哦，咖啡奶。這裡有一樣東西很不港，就它的飲料很不港，超甜。它凍檸茶其實我覺得也算偏甜。你去香港喝過，它的凍檸茶就是真的會加那個茶，然後那個茶就基本上就是無糖的。香港的凍檸茶會有一種茶苦味，然後這邊的是喝不到，就是會喝到那糖味，非常爽。然後呢，我們現在點了一個這個手撈麵來吃到飽，吃澱粉很笨，但是呢，為了開箱給大家看，然後呢，它是 XO 醬，配上我們剛剛吃過這個炒手，一模一樣。你有吃到 XO 嗎？有一點辣辣的，這個我就不會推薦大家點，因為第一個它的澱粉很占味，再來是它也不乾，很淡。像香港一般像這種湯麵類的，它基本上會加肉類的高湯，它那個湯會有味道。這個很像是什麼，你知道嗎？那很像主食派的泡麵，就你有時候泡麵水加太多，它那個粉味道不夠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吃起來沒有味道那種感覺。然後最後還上了一杯這個香南椰。哇，好危險的味道，喝起來有點調酒感。反正我跟你講，我不喜歡那個椰子味。我去泰國的時候也不喜歡喝。那我們先吃着，然後等接下來看有沒有新的東西上來，再開箱給大家看。好，我們第3輪點的前2輪還沒點的東西，應該是焗烤菜。油蟹粉焗菜島，反正就是用焗烤蔬菜的那種。這感覺蠻好吃。就吃起來蠻好吃的，但好像在哪裡吃過。它下面會有一些好像類似什麼蟹肉棒的那種蟹條，搭起來蠻詭異的，但蠻好吃的。你的評論也蠻詭異的。OK， 接下來這才是真正要考驗港式料理的時候，叉燒。這叉燒也很奇怪，叉燒吃起來有臘肉味，因為香港通常是蜜汁叉燒，可是它這個汁感覺沒有很蜜汁。好，這個是經典的港式料理，避風塘大蝦。哦，不錯，這真的不錯。它裡面那個蝦肉是甜的，這是好吃的。788加1層大概850，可以吃到這個蝦子，我覺得已經是值回票價了。它這個蝦子又 Q， 然後又有那個甜，甚至比享食天堂的蝦子好吃。那享食天堂至少也要1000了，對不對？它現在這個是長期還是只有試營業？因為我目前看到只有到年底耶，因為我會希望可以久一點的。我覺得大家嘗鮮的話可能要快。假設它真的
有再辦吃到飽，我覺得應該不會是這個價格，它應該會漲價。我覺得它是中午才那麼便宜啊，晚上好像是900多吧，假日900多好像也還行呢。900多，我覺得吃這個也還行。而且我記得好像晚上用餐好像是3個多小時。它是只能點3格嗎？還是點下去問？你平日晚餐來，它也只有3格，那你3個小時你只能吃3格啊？不好意思，我問一下，因为我刚刚看那個點菜格是只有3格，是只能點3次，還是說在時間內可以點？如果你點超過3次，它再加点再給你3次。哦，所以第4人是。我們先吃完再說。主要是因為我們今天是做一個比較半開箱，其實吃了蠻多那個點心類的，哦，澱粉感已經上來了。開始，我來這邊我一定不會這樣點，一定是吃蝦子啊，或者是這個燒麥。就我覺得他這邊的港點有單點店的水平啊，你去那種單點港點店，你隨便點一籠燒麥，可能3個它就要128啊，是不是都破100，5籠6籠就回本了。好，各位觀眾，我們來即將進入我們最後一輪的征戰了，缺的品項都上齊了。那我們先幫大家吃一下這個也是港式燒麥的經典，蟹黃燒麥。這一道感覺有點差強人意了，就是這一道在港點也是很重要的，是因為好吃的港點，第一個是它的肉是絞肉感，但它這個是有點泥狀的，再來是好吃的港點，它的蟹黃，它的上面那個蟹黄會用蒸的，因為香港的螃蟹好像反正我不知道是取得比較容易還是怎樣，所以香港螃蟹的蟹黃通常會比較香，這個我不知道，有可能是比較沒那麼香的蟹黃，這個我覺得這個蟹黃燒麥它的工廠感比較重一點。好，再來我們來吃這個黃金咖喱魚蛋，這是海參還是魚皮？這是海參欸，它的這個參蠻香的。那個大家還記得那句經典的台詞嗎？那個《食神》裡面那一句“咖喱魚蛋沒有魚味”，它其實這家口味比較淡，所以它的咖喱味呢也沒有那麼重。但在咖喱味沒有那麼重的情況之下，它的魚蛋沒什麼魚味，令我不解一點。是酒紅炸跟酒。這個蠻好吃的，就這家店的東西感覺有點小問題。它這個問題在於說它的韭黃味不夠，因為你吃韭黃大春卷，你應該想要吃到那個韭黃味，反而是它裡面有那個蘿蔔絲，它的蘿蔔絲的味道，那蘿蔔味超重。但整體來說還是一個好吃的春卷。但不得不說，我覺得今天表現最好的就是這茶真的很好喝。荷葉糯米雞。可是这個最神奇的是什麼，知道吧？就是我老婆是不吃飯的，但她每次回香港，基本上都會看到她吃一次，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好吃的肉粽。我有點忘記了，荷葉糯米雞好像裡面會有雞肉，可是它這個感覺沒有雞肉，它蝦米味很重，就是很像肉粽，真的很肉粽。收尾階段吃到肉粽也是，就是好吃歸好吃，可是真的很膩。沒有，最後收尾是那個蛋撻。這蛋撻還不錯，蠻香的。它中間的那個布丁還是什麼奶酪餡，還蠻多的，蠻好吃的。那我們這一輪的新菜色也幫大家開箱完了。好，那我們就吃完，看看有沒有第4輪。沒有的話，就幫大家做個總結。好，那今天這個日運堂港式料理吃到飽，幫大家總結就是，我覺得這家是可以來吃的，是蠻好吃的。你不要把它當港式料理來吃會比較好，因為它的料理大概有8成，我覺得比較台灣口味，就是沒有到很港，大概會有2成的料理是蠻港。像我有印象就是那個避風塘，就是台灣本地的蝦子以外，就是料理的方式來說算蠻港，蝦子類的我覺得都還可以算是港式，其他的就比較偏台一點。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拍，就是剛剛在裡面老人居多，下午茶時段剛進，也是進了一組。而且是4個80歲以上，就是我覺得這一家的口味來說，蠻適合帶長輩來吃。外食料理來說，它算是蠻健康。然後呢，茶也蠻好喝的。然後重點是，它平日午餐的價錢很親民，就我們這樣吃下來，含服務費才860幾。我覺得它的餐點 CP 值都是有到，就不會跟你用一些很隨便的。這家你可以來多吃的就是蝦子，它的蝦子其實含蝦的都蠻好吃的。然後呢，這家附近交通算蠻方便的，因為它有地下停車場。它的位置比較神奇，就是它雖然是一個溫泉飯店，但是它在一個很像從化區的小住宅裡面。然後呢，路邊有一側沒有畫紅線，然後都是停滿了車子。這附近算還好，那就是過來的路上可能淡水，你不要挑那個上下班時間來，會比較舒服一點。那這一部日運堂
幫大家開箱到這邊，那就謝謝大家收看。那如果有什麼大家想要我去開箱的一些餐廳哦，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那就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謝謝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期再見啦，拜拜。那是打破你說1000塊以下都是大便的那個說法。不是大便，不是，原則上它只有午餐沒有過千，它晚餐跟假日有過千啊，對不對？有道理啊，你講有道理。所以也不能算是完全打臉我，它是平日午餐，感覺 CP 值特別高，因為它平日午餐跟晚餐價錢差了200，988加一層嘛，就破1100就見仁見智啊。因為它午餐跟下午茶 CP 值感覺太高，所以晚餐就會有一點，就你比較之下就會覺得晚餐好像有點普通。